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农业园的开发区，在我的身后有一栋闲置的砖房，闲置的时间将近是6到7年左右。在10年之前，这个农业园的开发区刚刚开始建设，当时呢，这栋房子已经建在这里了。开发区的负责人呢，就找到了这个主人家，想一次性的补偿200万，让这个主人家呢搬离这边，意思呢也就是让他的房子卖掉，然后换个地方重新建房子，给他补偿200万。但是当时这个主人家呢想到的是，这个地方既然已经划分为开发区，它的价值肯定是很高的，他就觉得这个200万价格太少，他当时要价是300万。那最后呢，双方就没有谈妥，最后开发区的房子建在了这里的不远处，然后整个这一块呢就全部空着了，房子的周边呢都是一些荒地，现在呢也没人去种，所以整栋房子呢就显得是孤零零的建在这里，旁边呢是一条主路。这个时候主人家就特别的后悔，他说如果10年之前拿上这200万，换个地方重新去建房子，那他的生活可能会好了许多。这些年为了这栋房子，他也是操碎了心。如今这栋房子闲置了这么久，他越想越觉得后悔。那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到这边，实地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当时到底值不值这200万？这个主人家当时他的选择究竟是怎么去想的？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视频来看一看吧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8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.5公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主路将近宽12米左右，4车道，旁边呢还有一些油步道，绿化呢也都做得非常好。10年之前这边是特别的荒凉，全部都是山坡。那我们的印象当中，湘西呢到处都是大山，这样平坦的一块区域呢是比较少的。这里总共有2-3千亩左右，都是比较平坦的地形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这栋房子呢就建在了镜头的前方。其实距离主路并没有多远。刚刚呢我是准备下去带大家近距离的看房子的，但是那边呢铁门是锁上了，没办法进去，我们只能找一个高点，从这里远远的望过去。每次说的这个事情主人家就特别的后悔，因为我们家呢距离这里是非常近的，这个主人家呢我们都认识。为什么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呢？他说开发区建好了之后，距离他们家还比较远，那他们家旁边这里呢基本上现在应该不会再开花了，所以呢房子建在这里孤零零的，又没有同伴，又没有邻居，然后尤其是进入他们家的这条路看起来是已经荒废了，没有做硬化。就在镜头的前方是一条土路，然后两边的杂草都快把整个路基给覆盖了。他们家门前的这一段路呢是自己做了一个硬化，然后这栋房子距离主路看起来虽然很近，但是这边呢是一座土坎，比较高，所以他每次出行呢都要绕上很远的一段路才能够走到主路这边，而且两边的路呢都被这些杂草覆盖着，每次回去特别的不方便。然后在房子的外面呢，现在是建了一些大棚，种上一些蔬菜之类的。然后整个开发区这边呢，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建在他们家有差不多10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，所以这边呢暂时不被开发了。10年过去了，这个主人家说，如果当时
听取邻居还有听取大家的一个建议，拿着200万，然后回到老家那边再去建一栋房子，估计他的生活会完全的发生变化。这些年呢，为了这栋房子，总是想着这栋房子可能升值空间还比较高，一直是操碎了心。家里那边呢也没有再去建房子，因为当年建这栋房子，他是花费了将近30来万左右，基本上常年在广东那边打工赚的钱都投入进来了。然后这块地呢，将近是有1亩左右，房子的建筑面积将近是200多个平方，加上院坝有300个平方左右。整个院子呢，它也是在征收以后才打的围墙，以前呢是没有围墙的，相当于他把他所有的地呢都圈起来了，做了一道铁门，围墙呢还建得比较高，将近是差不多2.5米6左右。然后围墙上面呢盖的还是蓝颜色的这个琉璃瓦。这栋房子呢盖的也是蓝颜色的琉璃瓦，上下2层的结构，总共呢是有8个房间，加上一个卷闸门的停车库。然后外面的这个平房呢是他们家的厨房。房子呢倒建的还挺好的，投入了也不小。可以看到整个外墙都是白颜色的，然后房子看起来也比较崭新。大门口呢也都是做了铁门，有2根大大的柱子。为什么现在这个主人家特别的后悔呢？他就说一个人住在这边没有伴，平时想找个人说话也说不上，天天住在家里，真的自己都感觉要疯掉一样的。他说确实太孤独了。现在呢他都是回到老家那边去居住了，然后这边呢就空着了，将近是空了6年左右的时间。以前呢他还是偶尔会来打理，这2、3年呢基本上都不过来了，很久都没过来一次。然后整个院子呢，我们透过镜头也可以看一下，长满了杂草，杂草呢比围墙长得还高些。整栋房子的宅基地是长方形的，方方正正的，各方面都建得挺好。那当时花了这么多钱，他总以为早晚有一天会有回报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开发区呢远离他们家，感觉现在是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。那自己在这边做点农业，年纪也慢慢的大了，也做不起。所以他说，如果能回到以前，他宁愿少一点，不要到200万，他也愿意把这个房子转让出去，然后呢拿着这笔钱回到老家去，和当地人建一栋房子一起生活，要比现在更好。拍这个视频我也就想到了前一段时间我在河边拍了2栋砖房，有一个大姐就想把那2栋砖房买下来，然后改造养老。主人家呢一开始答应5万准备卖掉的，但是呢他突然看到有人想要他的房子，然后就坐地起价，他说要12万。然后呢双方就谈妥不下，房子呢如今依然还是在那里。其实大家仔细看我的视频也都发现，那2栋房子千疮百孔，屋顶上的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。如果自己主人家想要去修缮的话，最少呢还要花好几万进去，5到6万吧。然后建好了之后又能怎么样呢？毕竟已经是建了新房子，不可能再去住那样的老房子，所以再投入5、6万进去把这栋房子修缮，那自己又不去住，这笔钱呢又不划算。但是和别人刚谈妥是5万卖掉，
突然呢又想涨价，又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，最后呢别人不买了，自己呢留着在那里不投钱进去，房子最后就是倒塌，投钱进去又没有住，又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觉得那河边的2栋房子，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，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。当时如果一次性把它卖掉的话，重新去建房子，那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了。自己留着没啥用，住在这边呢，自己又不想住，整个院子里面都是这样子杂草丛生，放着呢，房子只会越放越旧，最后呢破损的越来越严重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比较多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啊，如果现在把它买下来养老，多少价格比较合适呢？如果出个20-30万，那这个主人家会不会卖呢？我是正在想这个问题啊，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想法打在视频的下方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